空调不制冷了，到外机一看，两根铜管都结霜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比较常见的是细管结霜，我们都知道是缺氟了。所以说这一个呢，两个管都结霜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内机，发现过滤网非常脏，满满的糊死了，全是灰尘。这是一个配电室，所以说呢灰尘特别多。你看这种灰尘吧，用力的敲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去掉。同时它的外机也特别脏，我们清理一下啊。那么这个管路结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粗管结霜和细管结霜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待会儿看一下这个原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管路会结霜呢啊？首先呢，这个结霜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温度太低，所以说导致空气中的水蒸气变成水珠，进一步结霜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理啊。这个制冷系统的工作原理呢，是这边压缩机高温高压的气体出来之后呢，经过冷凝器进行降温，然后到这个地方呢变成了液体状，然后再经过毛细管节流降压，然后经过蒸发器，这个地方呢由液体变为气体，然后进行吸热，它迅速变凉，所以说吹出来的就是冷风，最后再通过室外机，然后回到这个压缩机，这个吹压罐，然后最后再回到压缩机里边进行下一个循环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缺氟细管结霜它的原因。这边然后过来，比如说是液体，但是呢它的制冷剂不够，所以说呢经过毛细管之后呢，实际上它的压力是很低的，压力不高，所以说经过毛细管一出来，然后它就蒸发了，就由液体变为气体了，迅速的吸热，所以说它这个管路呢就会变得很凉，所以说细管就会结霜。那等着这个制冷剂然后到了这个蒸发器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它已经提前蒸发了，在这个管路这个地方都已经蒸发了，所以说到这边呢，它已经是气体状态了，它不会再进行吸热，所以说就没有冷气吹出。这就是为什么缺氟会细管结霜。再来看一下粗管结霜。粗管结霜呢分两种，一种是内机太脏，另一种呢是管路折扁。管路折扁呢多数都是粗管折扁，因为细管它柔韧性比较好，很少有折扁的。这两种情况呢，我们先看内机太脏。如果说内机太脏，那么过滤网或者蒸发器太脏，那这边的冷气就不能充分的散发，温度越来越低，最后导致会蒸发器结霜，然后顺着管路也会结霜啊。如果脏的特别厉害的话，这个细管呢也会结霜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管路折扁导致的粗管结霜。举个例子，它都是从室内机开始往室外机这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位置，这个粗管折扁了。那么呢，折扁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制冷剂是撑满整个系统的，因为它的折扁，所以说回气不良。这个地方从折扁这个位置开始，往这一块的压力非常高。所以说在蒸发器之内呢，因为它压力太高，没有达到它的蒸发压力，所以说不会由液体变为气体，或者说有少量的液体变为了气体，所以说它吹出来的风根本就不凉。还有大部分在这个地方呢依然没有蒸发，依然是液体。经过折扁的位置之后呢，然后突然到了这边压力降低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开始蒸发，由液体变为气体，迅速降温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从折扁位置开始到这边就开始结霜了。你看在哪个地方折扁了，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就会开始结霜，这就是粗管结霜，明白了吧？其实我们要学空调呢，然后看看书还是比较好的啊。你看这个书里边呢，比如说这一个制冷系统的这个压力和温度，在每一个地方，然后大约是多少兆帕，制冷剂多少温度，都是有的，包括系统的讲解，然后都是非常详细啊。增透阀的构造，还有一些别的配件的构造，然后都有啊。想学习学空调可以去看看啊。